你有沒有想過，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將發生怎樣的巨變？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正在迅猛崛起，許多傳統的職業正面臨被取代的風險。《人類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：未来，絕大多數人可能會被邊緣化，只有少數人能夠掌握核心競爭力。聽起來是不是有點令人擔憂？但這並非危言聳聽，而是一個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如何讓自己變得更有價值，才是立足未來的關鍵。如果你是打工人，是否還在為了一份工資而機械的工作？如果你是商人，是否只關注眼前的利潤？如果你是老闆，是否僅僅追求數字的增長？或許是時候重新思考我們的定位和價值了。接下來的內容，我們將深入探討如何通過持續提升自我，滿足客戶和員工的真實需求，來應對未來的挑戰。只有讓自己更值錢，才是一個人未來最大的核心競爭力。在《人類簡史》裡有3個重要的觀點：一、未來 99% 的人都是多餘的，都將成為無用人群。2、人類會逐漸把工作和決策權交給機器和算法，多數人將淪為無用人群。3、只有超級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新技術成果，通過智能設計完成進化，編輯自己的基因，最終與機器融為一體，進階為智神，統治人類。作為一個打工人，當你不再只是為了工資，不再只是為了完成任務而工作時，真正的成長才剛剛開始。持續精進個人技能，持續修煉自身價值，就具備了未來的競爭力。作為一個商人，當你不再只是為了賺錢，而是努力滿足客戶需求的時候，真正的生意才剛剛開始。客戶最需要解決的痛點，恰恰是你最好的機會。作為一個老闆，當你不再為了追求利潤，而是為了讓員工都能過上好日子的時候，你的公司才真正踏上正道。員工的追求就是公司前進的核心驅動力。為什麼說未來 99% 的人群將成為無用人群？首先，由於科技的進步，未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那麼多人去勞動，也足以養活全社會的人，於是社會不再需要發動全員勞動。其次，算法推薦已經充斥所有的互聯網平台。在算法推薦面前，人類越來越懶於思考了，對推薦過來的東西不加思考的全盤接受，越來越不需要獨立思考能力了。綜合以上2點，再根據生物進化的用進廢退原則，人在某一方面越懶惰，這一方面的能力就會退化，所以人的勞動能力和思考能力都在退化。一旦喪失了勞動和思考這2大特性，人類還是人類嗎？但無論如何，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。只要科技在進步，這一步必然發生，這一天早晚會到來。按照這種趨勢，未來 99% 的人都將演變成無用之人，被層層邊緣化，只有 1% 的人將進化得越來越聰明，引領社會的進步。如何判斷你是 99% 的人還是那 1% 的人？首先來看一下這2種人的根本區別。這 99% 的人是被算法型的人，他們每天刷刷短視頻，看看直播，玩玩遊戲，充當社會的吃瓜群眾，各種淺層次慾望被滿足。他們是社會資源的消耗者，對世界唯一的貢獻就是順應了商家的算法機制，符合商家設計的各種邏輯，融入到平台的算法裡，成為大數據的一份子。1% 的人是反算法型的，他們的行為是反人性的，也是反算法的。他們善於克制自己的慾望，不貪圖淺層次的刺激，不斷自律和精進，延遲滿足，是長期主義者，並且不斷產出信用資產，包括產品、作品等。這種人將引領社會的進步。你是被算法型的還是反算法型的，決定了你是哪一類人。當然，雖然 99% 的人已經沒什麼用處，但是由於社會科技水平的提升，
社會已經有足夠的資源養活他們。哪怕這些人不能創造任何價值，但出於人道主義，依然可以把他們養活、圈養起來。這就是為什麼短視頻、直播、娛樂、遊戲產業那麼發達的原因。只有這樣才能把這部分人的精力消耗掉。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。人類的文明開始就是從圈養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鵝等開始的，只不過那是農業文明。我們很快就會步入智能文明，智能文明就是圈養人的文明。如今很多人整日忙忙碌碌，為什麼不值錢呢？這就好比淘寶興起之後，絕大部分產品的價格都被拉低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產品的同質化太嚴重了，大部分產品都是千篇一律的，憑什麼你能賣得貴？同理，絕大多數人之所以命比紙薄，是因為人與人的同質化太嚴重了。他們從進入學校到離開學校的這20幾年裡，沒有一個老師能啟發他們如何認識自己，我的性格如何，我有什麼優缺點，我適合做什麼。也很少有家長有意識地啟發孩子去認識自己。這些长者們完全忽視了我們的內在動能和潛能，導致我們長大之後成為千篇一律的皮囊。我們含辛茹苦地讀了20幾年的書，本以為自己滿腹經綸，時刻準備大幹一場，到了社會上之後才發現自己只不過是資質平平、平庸無奇的泛泛之輩。其實哪有什麼階層固化，只是人與人之間嚴重趋同、嚴重同質化而已。我們的天賦、個性早就被磨平了。產品同質化最多導致產能過剩，而人的同質化導致整個社會都亂了章法，沒有興趣，沒有特長，無論做什麼都是一擁而上，趨之若鶩。其實哪有什麼社會固化，只是人與人之間嚴重趨同而已。怎麼才能把社會從千人一面變回千人千面，讓每個人找回自己真正的位置，才是當今最根本的問題。在鋼筋水泥的时代，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是看他被打磨的成本是多少，不需要你有多少想法，只需要你很容易被管理和使用。人只不過是大機器上的一個零部件。而且在經濟上行时期，大家不需要關注自我特性，只要有膽子往前衝就行了。而如今經濟已經趨於平緩，到了精耕細作的時代，這時只靠膽子和勇氣已經不行了，大家必須深度挖掘自我，需要尋找內心深處的熱情。未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，是看他的個性和特長究竟有多出众，太需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了。你要能超越框架的束缚，善於各種創新。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再羡慕那些高薪的白領們。當工廠裡的藍領以大規模被機器取代時，想想那些寫字樓裡整天重複做 PPT 的白領們，他們在人工智能時代還能安穩多久？這些人的生命被那些應該做的、有用的事填充得滿滿的，他們將那些喜歡做的但看上去沒什麼用的事完全擠壓了出去，不留一絲縫隙。他們斤斤計較，每一個行為都講究回報，他們睚眦必報，每一個付出都講究性價比。他們總是抱怨沒時間去做喜歡的事，因為他們眼裡只有利害，沒有情感。由於他們之間已經失去信任，所以他們越來越敏感多疑，被慾望壓抑的愁眉苦臉，整日焦慮不堪。就是這樣一群人，其實早已瀕臨破產邊緣，卻還不自知。他們要麼靠所在的苟延殘喘的機構活着，要麼總以為自己換一個公司就可以度過危機，卻不知一場專門針對他們的危機正在來襲。不要看現在歌照樣唱，馬照樣跑，舞照樣跳。如果看不透這場大變局，等輪到淘汰你的時候，你連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。未來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們該怎麼辦？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，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一些學生成績優秀的人後來成了特別平凡的人，而又讓那時候看起來平凡無奇的一些人做出了特別出色的成績？人的發展有一個規律，短線拼機遇，中線拼能力，
長線拼心態、內核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会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未來的時代，靠譜比聰明重要，熱愛比努力重要，匠心比拼搏重要。其實，人的財富就像投資品價值一樣，是存在均值回歸的。那個均值就是你的衝動，是你的熱愛，是你的理想。未来是自由度越来越高的时代，也是个體崛起的時代。當束縛我們的框架越來越少時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越來越接近我們最想成為的模樣。決定我們每個人歸宿的，一定是我們的能力和慾望綜合而成的那個自己。時代真的不一樣了，每個人都將成為最接近自己的人。因此，未來每個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找到自己，認識自己，並成為最好的自己。看一個人是不是開悟，就看他是不是開始從外求變成內求。王陽明說，向外物尋求真理大錯特錯，打破外物才見真空。縱觀王陽明悟道的過程，就是一個破除外物、尋求本心的過程。我是誰？我的性格如何？我有什麼優缺點？我適合做什麼？在之前的粗放型發展時代裡，社會壓力逼迫我們複製所謂的成功道路來獲取社會資源，讓我們成了千篇一律的人。人和人就像用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一樣，完全忽視了人內心深處的熱情，而這恰恰才是一個人最大的潛能和動能。即使你正在從事一份高薪高壓的工作，如果你天生就不屬於那個位置，你總有一天還會離開。即使你學的是理工，如果你最熱愛的是寫作，早晚有一天你會通過各種辦法用寫作發揮你的個人價值。我本身就是這樣的例子。一個作品、產品從0到99分那部分可以靠時間和精力完成，但是從99分到99.9分乃至到99.99分的那部分，只能靠一個人的熱愛和心態才能完成。未來越能發揮出自己興趣和熱情的人，越不需要依附某個公司。他們可以利用互聯網獲得巨大影響力和資源，而迅速崛起，成為超級個體。未來一個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他的內核。什麼是一個人的內核？通俗一點說，就是把自己當作產品，讓自己更值錢。世界上99%的人成長過程就像一場慢性自殺，每天殺掉一點天真，殺掉一點熱情，多一點偽裝，多一點順從。因為他們沒有強大的內核，因此只能苟活於世，只能隨波逐流，最終活成了模子裡出來的模具，成為庸人。只有1%的人能夠活出自我，因為他們的內核足夠強大。這種內核衍生出了核心競爭力，衍生出清晰的定位和目標，衍生出強大的能力去保護自己的天真和真性情，他們才有資格做真實的自己。未來最好的投資是自我投資，是對自我的深度發掘，並且能夠更加精準的定位。人的財富就像投資品價值一樣，是存在均值回歸的。那個均值就是你的衝動，是你的熱愛，是你的理想。請大家記住一個原則，在做一個事業之前，你要有信心能超過這個領域的99%的人，否則就不要去做，直到你找到這件事為止。否則寧可把時間精力花在尋找這件事上，也就是找到自己，也不要貿然地從事一個事業，這就是真正的選擇大於努力。我們看一下中國經濟的特點。中國經濟的上半場過去了，大江大河的時代過去了。未來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地做分內的事，拋棄一夜暴富的幻想，堅持長期主義。不要再懷念阿里巴巴、騰訊、拼多多這些互聯網公司的高光時刻。這些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模式都不叫商業創新，
而是在享受人口紅利、流量紅利。他們並沒有創造財富，他們只是激發了財富。中國本來就是一座金礦，只是他們獲得了開採的先機。這片土地，誰過來開採都會一夜暴富。他們的模式就是開採模式，而不是創新模式，也因此這種模式只在中國適用，到了世界上就不適用了。所以他們只能在中国本土賺錢，賺自己人的錢，卻無法賺全世界的錢。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：中國受到極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們，聚集在被稱為創業導師的中年男人們周圍，一起徹夜不休地燃燒生命，只為了在一輪又一輪如何送菜送飯、洗車洗腳、美甲美容、搭訕豔遇、借高利貸、連接窗簾和電冰箱的挑戰賽中搏出更好的名次，然後击鼓傳花，快速傳給下一棒。而在太平洋彼岸，很多科技公司的創始人，他们在骨子里并不是商人，而是极客。他們熱衷於創造新奇的事物，熱衷於解決難題，熱衷於在某個極細分的產品上把質量、性能或功能做到極致，這是極客的天性。於是國與國的距離就這樣拉開了。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下半場，這個時代和社會太需要真正能夠創新的企業，需要能帶動實體經濟發展，又能利用互聯網高效率的企業，而不是跟實體經濟拼殺的你死我活的偽互聯網企業。之前我們都在財富存量轉移這個浪潮中尋找機會，這樣的時代是最容易發財的，只需膽子大、機會好、掌控資源就可以了。未來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創造財富增量，這才是真正考驗我們能力的時候，因為這不是抄一下西方的作業就可以完成的，而且我們也沒有作業可以抄了。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世界的引領者，接下來我們該如何引領世界？新的商業道路如何開闢？人類文明去向何方？這是全人類都面臨的問題。未來極具挑戰，也極具想象空間，不僅對國家來說是這樣，對我們個人來說也是這樣。我始終相信一點，中國真正的好時代才剛剛開始。不要再抱怨，把格局放大一點，把眼光放長遠一點。我們當前必須經歷這個過程，才能從根本上思考這個問題，不然我們會一直在野蠻的發展狀態裡出不來。中國經濟正在逐漸開啟精耕細作的模式，大張大合的動作很少了。未來暴利行業會越來越少，一夜暴富、一本萬利的時代一去不返了。一夜成名的事情即便發生，也往往是曇花一現。未來更多的是各種細節的完善，需要的是耐心、匠心、熱心。每個人必須擺正自己的心態，找準自己的位置，開啟辛勤耕耘的模式，扎扎實實的去創造，才能在這個社會裡生存。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每個人都能各盡其才，各司其職，你的才華和創造力再也不被瑣碎的生活摧殘。不管你是想劈柴為馬，面朝大海，還是想周遊列國，世外桃源，不管你是想以悠悠歲月立一技之長，還是想寵辱不驚，看盡人間花開花落，都可憑興趣和才華過上你所向往的生活。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，傳統組織會在轉型過程中遭受撕裂一般的劇痛。一部分人會因為適應不了這種變化而憤憤不平，他們會因為被淘汰而失望。的確，這個時代很美好，也很殘酷。你若不能創造價值，就沒有存在價值。不管你信不信，這個世界只會變得越來越公平。固步自封、落後守舊者一定會被淘汰，創造者與創新者一定能獲得更大的自由。未來越稀缺，越有特長的人或企業越有價值，無可取代即等同於無限價值。中國經濟的上一波紅利是人口紅利，是按人頭算的。下一波紅利是人心紅利，將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熱愛和興趣激發出來。未來最好的投資其實是自我投資，是對自我的深度發掘，並且能更加精準的定位。在之前，一個人的興趣和賺錢往往是分開的，而當社會高度繁榮之後，每個人必須開始靠個人特質賺錢，要變外求為內求，
這就離不開自己的興趣和專長。各大互聯網平台的興起，也讓每一個興趣都有了變現的機會，很多網紅都是這樣做起來的。隨着時代的發展，生意人賺大錢的時代結束了。之前是生意人最容易賺錢，那是因為社會急缺各種生意人去促進商品的流通。但是現在有了各大互联網平台，互联网的本質就是促进商品的流通，而且效率更高，分配更合理，就不再需要那麼多生意人发挥作用了。以後一定是最有思想的人才能賺到錢。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有2件，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思想裝在別人大腦裡，第二件事是把別人的錢放在你的口袋裡。但這2件事也往往是同時发生的，只要你能把思想裝入別人大腦，別人就會乖乖地把錢放入你的口袋。中國之前讓很多機會主義者、倒買倒賣的生意人賺到了不少錢，但這只是特定時期的產物，任何事物都會發生變化。未來社會一定是有思想、文化、認知最高的人才能賺到錢，而且賺錢只有這一條路。未來的教育、文化、內容從業者，有文化的、有思想、有匠心的人才能賺到錢，生意人很難再賺到錢。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。中國未來需要的是那些真正能引領大眾思想進步的人，以及兢兢業業、腳踏實地的人。就這2種人，生意人將被大量淘汰，這是很殘酷的事實。只是很多人還接受不了這個事實，還在不停地尋找生意機會，注定只能是枉然。如何通過自己擅長的事賺到錢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擅長的事用別人最需要的方式去做。我們做事不是只讓自己開心，同時也要对別人有價值，這樣才有價值。自己喜歡的事可以通過刻意練習變成對別人有價值的事，這樣既沒有丟掉自己，又時刻關注別人，這就符合到了。中國有句古話，磨刀不誤砍柴工。很多人都把100%的精力都用在了砍柴上，他們拿着一把钝刀，每天都只盯着眼前的柴，卻從來不想去磨刀。這就是用行動上的勤快彌補大腦上的懶惰。絕大部分人每天疲於奔命，滿地尋找金子和麵包，他們兩眼放光，卻始終看不到那把能夠打開自己思維牢籠的鑰匙。這就是人最大的可悲。很多人感嘆，這2年賺錢太難，不是賺錢越來越難，而是賺錢的邏輯徹底變了。富人都在埋頭讀書，在思考怎麼布局，而窮人整天在忙着尋找各種情緒安慰，刷短視頻，在忙着跟人抬槓。不同的行為當然會產生不同的認知。未來人與人比拼的就是誰先佔領對方的心智。無論是洗腦、套路，還是各種招商、培訓等等，其本質都是高認知的人去降維打擊低認知的人。從規律上來講，每個市場都有3次機會。第一次屬於先行者，適合那些膽大敢闖的人，他們只是先看到了，先去做了，把握了先機。第二次屬於創造者，適合那些真正能把事做好的人，他們未必是最先去做的，但他们更具創造力，更加踏實。當市場被先行者開拓之後，他們會紛紛入場。第3次屬於匠心者，適合那些能夠在某一領域精耕細作的人，他們往往做事小心翼翼，但更擅長埋頭做事。當市場被前面2種人奠定框架之後，就需要他們去填充市場的每一個角落。從整體上而言，現在基本上各個領域都在開啟第3次機會，比如社群、自媒體和微商，比如各種細分產品，比如直播和短視頻等等。太多垂直領域等待我們去開發，很多專業領袖還遠沒有被線上化，這就是當前最大的商機。那些厲害的商家，不僅善於製造焦慮，還善於製造上癮和偏見。好的產品讓人上癮，好的品牌讓人產生偏見。靜心想一想，作為一個普通大眾，真的挺可憐。商家為了牟利，
不斷地在大眾中制造焦慮，制造上癮，制造偏見，一直在混淆視聽和概念，蒙蔽我們的雙眼，把我們都變成了傻子、瞎子。最後給大家提一個建議，我們先舉一個例子來說明。凡是在大海中游過泳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：風平浪靜的時候，應該使勁往前游；一旦遇到浪頭打來，千萬不要再繼續撲騰，而是應該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休息一下，等浪過去再使勁游。如果這時你一個勁地跟浪頭拼搏，不僅會被折騰得精疲力盡，而且很容易被掀翻。同樣的道理，經濟形勢好的時候，我們應該大膽地出來賺錢；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，我們應該讓自己更值錢，而不是胡亂折騰，病急亂投醫。現在很多人的狀態就是這樣，胡亂折騰，反覆的嘗試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加速倒下。真心奉勸大家，最近這2年不要胡亂折騰，而是應該沉澱下來，好好的給自己補課，努力的提升一下自己的認知和格局，等經濟好的時候再大幹一場。送一段價值100萬的話，能悟到并做到的，你将來必定飛黄騰達。未來10年，人有2個核心競爭力：一，無中生有，叫挖塘放魚，是基於 IP 的生產內容的能力，也叫創造力；二，三生萬物，叫盤活魚塘，是基於粉絲的關係運營能力，也叫運營力。前者是為了從公域中獲取流量，源源不斷地拉新人進來；後者是為了激活、盤活私域流量，跟粉絲進行深層交互。無論你是什麼行業，都脫離不了以上這段話。也可以用一句話總結：讓自己更值錢，就是一個人未來最大的核心競爭力。給未來最好的投資，就是投資自己。在越來越複雜萬象的世界，只有提升認知，才能穿越一切迷茫。認知決定命運，圈層決定階層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